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以为显化是从想象开始，但真正的起点是你的心与大脑是否在同一个方向上运作。在上一集，我们谈到一个关键状态——觉醒之心，那是一种清醒而放松的状态，大脑不再分裂运作，而是进入全脑整合。很多人会以为那是一种少数人才有的天赋，或是需要长时间修行才能进入的境界。但事实可能刚好相反，觉醒之心并不是凭空发生的，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进入条件。多数人之所以无法稳定进入，并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也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你的内在系统还没有对齐。你的思考在一个方向，情绪在另一个方向，身体的反应又在第三个方向。当这些讯号彼此冲突，大脑就无法进入整合状态，再多的练习都只是在原地打转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到底什么样的状态才能让这一切开始对齐？而这个开始对齐的状态，在科学上其实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名称，叫做心脑谐振。今天就来带大家简单了解心脑谐振到底是什么。为什么做到心脑谐振，人生就会开始顺流？显化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或修行，而是允许一切自然流动的状态。心脑谐振指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心理状态，而是一个可以在生理层面观察到的系统同步现象。首先要理解一件事，心脏从来不只是身体的帮谱，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度稳定，却又会随内在状态变化的节律讯号源。每一次心跳之间的间隔其实都不是完全固定的，而是会随着情绪、压力与呼吸状态产生微细变动。这种变动被称为心率变异，也就是 HRV。HRV 的意义不在于快或慢，而在于是否有规律。当一个人的内在处于混乱状态时，心跳节律会呈现不规则的波动。但当身心进入稳定与一致的状态时，这些波动会逐渐收敛，形成一种接近约 0.1 赫兹节律的稳定周期，这在生理学上常被称为 coherence。更关键的是，心脏并不是孤立运作的，它透过自律神经系统持续向大脑回传讯号，影响大脑的节律与运作模式。心脑谐振就是心脏节律与大脑活动开始同步，让整个神经系统进入一致运作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不只是放松，而是同时保持清醒与稳定。但这里真正关键的不只是放松，而是当这种同步发生时，大脑会开始改变它的运作方式。当我们说心会影响大脑，这并不是一种比喻，而是一条非常具体的神经路径。心脏的节律变化会透过自律神经系统中的关键通道迷走神经，持续向大脑传递讯号。这条路径的特点在于，由心传向脑的讯号量远大于由脑传向心。也就是说，大脑其实一直在接收来自身体的状态资讯，而不是单向主导。当你的 HRV 处于混乱、不稳定的状态时，这些输入到大脑的讯号本身就是不规则且带有干扰的。结果是，大脑的运作会偏向高频、分散的状态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高贝塔脑波，过度分析、焦虑、内在对话不断。思绪看似活跃，但其实缺乏整体性。相反的，当心脏节律开始稳定，进入规律的 coherence 状态时，传递到大脑的讯号也会变得有节奏、有结构。这会让大脑逐渐从混乱的高贝塔转向较为稳定的 alpha，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进入更深层的 theta。这种转变的关键不在于变慢，而在于变一致。当大脑各区域接收到一致的节律输入，
它们之间的协调性会开始提升，原本分散的活动逐渐转为同步运作。多数人之所以一直卡住，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内在的讯号一直在彼此抵消。你可能在思考上想前进，但情绪在抗拒；你尝试放松，但身体仍维持在压力模式。这些不一致的讯号同时输入到大脑，就会让整个系统无法稳定下来。当这种抵消停止，大脑才有可能进入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全脑整合状态，也就是那种清醒中带着放松，放松中依然清明的觉醒之心状态才会真正开始出现。理解了心脑协振的机制之后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胃食膜这种状态会影响一个人的显化结果。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具体的方式来看，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状态中其实是不一致的。你在思考上想要某个目标，但情绪上却充满怀疑或焦虑。你告诉自己要前进，但身体的反应却倾向逃避或拖延。思考、情绪与行动彼此之间并没有对齐，这种内在的不一致会直接反映在行为上。决策变得反复，行动无法持续，方向也不稳定。从外在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结果，但实际上是你的系统一直在输出彼此矛盾的讯号。而当心脑协振发生时，情况会开始改变。当神经系统进入同步状态，大脑与身体不再互相拉扯，决策、情绪与行动会逐渐指向同一个方向。你不再需要不断说服自己，也不需要靠意志力维持，而是自然而然地做出一致的选择。这种改变短期内可能不明显，但在时间累积下会产生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果：行为变得稳定，选择开始一致，路径逐渐收敛。显化的本质不是吸引什么，而是当你的内在系统一致时，你的行为与选择开始稳定地指向同一个结果。当这种一致性持续存在，外在的现实就会开始呈现出一种看似顺流的状态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你终于停止了内在的干扰。在某些哲学系统中，这种状态会被解读为更深层的意识开始主导，而不再只是表层思考在运作。但无论用什么语言描述，它的核心其实都是同一件事，也就是当你开始一致，就会产生力量。走到这里，你可以重新理解一件事：心脑协振并不是一种需要刻意做到的技巧，而是一种当内在条件对齐时自然出现的状态。很多人会习惯用更努力的方式试图改变结果，但从机制来看，关键往往不是做的更多，而是让那些彼此冲突的讯号开始停止内耗。当系统不再互相抵消，稳定与一致本来就会浮现。这也是胃食膜有些时候你会发现，在某些特定状态下，思绪变得清晰，行动变得自然，甚至连决定都不再那么费力。那并不是你突然变强，而是你的心与脑开始朝同一个方向运作。当心与脑开始对齐，你不需要更用力，很多事情会自然开始发生。这也是显化真正的起点，也是你的人生开始变得顺流的关键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开始做到心脑协振？你可以先从简单的2个面向开始：呼吸的节律以及情绪的稳定。先停止你手边的工作，专注于当下，放慢你的呼吸，感受阳光、微风，周遭的一切。怀着感恩与喜悦的心，享受生命的美好。至于更多的实作方法，我会在后面的影片详细的呈现给大家，敬请期待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